浓情端午，粽子飘香。端午临近，又迎来粽子飘香的时节。端午节是中国民间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。端午节吃粽子是传统的习俗。今天小霞就和大家一起来做粽子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做粽子的材料。做粽子的手续比较繁多，要准备的材料也很多，提前1天准备会比较好哦。小霞这里准备了1包广式腊肠、5斤的糯米、100克的芝麻、200克的香菇、300克的花生、2斤的猪肉。这里的材料可以大概包20多条粽子了。粽子需要用的材料很多，需要泡发。我们先来泡发材料。首先是包粽子用的干竹叶和绑带，这些需要泡发6个小时以上。很多的叶子可以包粽子，比如竹叶、芦苇叶、芭蕉叶、荷叶。绑带是小霞家乡这边一个特色绑带，如果大家买不到的话，也可以用棉线代替。再来泡发糯米，先把糯米清洗2遍，然后倒入没过糯米的水，放在一边泡发3个小时以上，然后泡发香菇。接下来准备其他材料，先把花生冲洗一遍，稍微晾干水分就来炒制花生。先把锅烧热后，直接倒入花生米，小火慢慢烘干水分，炒到花生米外皮微微发黄或者发黑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样炒的花生米特别香脆。将炒好的花生米放凉备用。再来处理肉类。包粽子的猪肉，我们一般选用这种半肥瘦的猪肉，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先把猪肉像这样切小块，再切成长条备用。这时候香菇也泡发好了，我们也切小块备用。接下来腌制猪肉，先把芝麻倒入猪肉里，然后加3勺植物油，1勺酱油，2勺蚝油，1勺盐，给它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猪肉都裹上厚厚的芝麻，这样吃起来的口感特别棒。再加入香菇，也搅拌一下，让猪肉也充分吸收香菇的香味。在猪肉腌制时，我们把腊肠也切成长条备用。最后再把泡发好的粽叶再进行简单处理一下，把粽叶的两端稍微剪掉一点，尽量使用中间部分，然后把粽叶都清洗一遍，把泡发好的糯米稍微过滤水分，盛出备用。如果喜欢口味重点，可以加点盐和酱油腌制一下糯米。小霞喜欢口味清淡，这里就不加了。好了，终于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，下面我们来包粽子吧。首先拿2张粽叶叠在一起，
像这样中间弯折一下，形成一个漏斗的形状。中间我们再加一张粽叶，防止漏米，然后铺上一层糯米，糯米尽量铺得均匀。依次加入我们的猪肉、腊肠、香菇和花生米，这些馅料也要铺均匀一点哦。然后再铺上一层糯米，包裹住馅料。这个馅料基本与粽叶的高度齐平了。为了包裹住馅料，接下来再取一张粽叶放在最外面，并且与之前的粽叶有重叠。接下来把最外面的粽叶弯折，使叶子包裹住馅料。可以单手握住粽叶，调整一下粽叶的位置，使粽叶完全包裹馅料。接下来还有前端的位置没有收口，我们只需像这样把前面的粽叶弯折回来，一条粽子的雏形就出现了。然后拿绑带把粽子绑紧，在绑带时可以先用绑带的一端用大拇指固定，然后在上面绕2到3圈，同时固定住绑带并绑住收口的这一端。然后慢慢的将绑带往另一个方向缠绕，到另一端后绕多2、3圈，绑住另一端，然后再慢慢的绕回去。这个时候剪掉多余的绑带，把绑带从前面的绕圈中穿过，就可以固定住绑带了。这样一个不需要打结的粽子就做好了。要注意绑带不要绑得太紧，预留一些大米膨胀的位置，要不然煮的时候膨胀了，粽子就容易爆裂，不好看了。最后把多余的粽叶剪掉，一个完美的粽子就包好了。包粽子的手法有好多，有3角的、4角的、方形的，也有像小霞这种长形的。终于包好粽子了，我们开始煮粽子吧。煮粽子也要花3、4个小时才能煮熟哦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锅，锅的直径要比粽子长，倒入大半锅水，先把水烧开。水烧开后，我们依次加入粽子，水面要全程没过粽子5到10厘米。继续大火烧，把水烧开后再转中小火慢慢煮，至少煮3、4个小时，粽子才能熟哦。如果中途水变少了，要及时加入开水，切莫加凉水。凉水影响了锅里的温度，会降低粽子的口感。粽子要一次性煮透煮熟，如果第一次没有煮透煮熟，第2次就好难煮熟的了。所以煮粽子真的好考验耐性。在煮的时候，粽叶的味道已经飘出来了，小霞就这样边流口水边眼巴巴的在一旁看了3、4个小时，好煎熬啊！粽子终于煮好了，我们把粽子捞出来，放到一旁晾凉，就可以吃了。刚煮好的粽子真的特别香，糯米的饭香，粽叶的清香，花生的甜香，这些味道交织混合在一起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大家赶紧做起来吧！